我和小丽是在同一家公司上班，时间一长我们就产生感情，我就给她说我们交朋友吧，没想到她答应了。我们在一起的这段日子呢，过得很开心很快乐，而且他也对我百依百顺的。最近我发现他经常背着我接听电话，放掉电话以后心情就不大好。就在不久，我的前男友从深圳回来了，给我打电话说想要见我，想要和我和好。可是我现在过得很好，我不想扰乱我的生活，我也不想伤害我的男朋友。我觉得两个人相处最重要的是信任和坦诚。我希望他能够打开他的心扉，让我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现在的男朋友经常会问我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，我真的不想旧事重提，因为那段的回忆对我伤害太大。你这么舍得我难过。相恋的一方非要知道另一方心底的秘密，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呢？恋人之间就一定要打开心扉吗？下面这对主人公，他们的爱情之路在哪里呢？来，掌声请出他们，有请。男嘉宾李荣纯，24岁，来自四川公司职员，年收入10万；王小丽，23岁，来自黑龙江公司职员，年收入8万。来，有请两位。怎么认识的？那么远，一个四川，一个黑龙江。我们是在同一家传媒公司的同事，时间长了日久生情吧。那不是挺好吗？是啊，可是最近出了一点点小问题。什么小问题呢？这段时间吧，我的前男友他通过朋友找到我，就是说想要和我和好。但是我现在已经有他了，而且我们两个感情很好。这不就行了吗？他现在总在怀疑我。小李，你怀疑什么？他老是背着我打电话。其实我真的不想告诉他，是因为我不想再想起以前那些不堪的历史。可是你要知道，如果说你不告诉我，它永远会成为你的秘密，也会成为我们之间存在障碍的一个秘密。现在还有这个秘密吗？现在他就是知道我经常会接前男友的电话，但是他不知道我们之间的以前的事情，我没有告诉他。你想知道吗？当然想知道了。我感觉真的没有必要。两个人相处在一起，如果说你有了秘密，我也有了秘密，我试问这样能长久下去吗？我在这就插问一下专家哈，热恋当中也好，生活当中也好，要知道那么具体吗？如果你们的话，你们想知道那么具体吗？万老师啊，当然需要知道，你干嘛老接莫名其妙？王老师同意万老师的看法吗？我认为说，如果已经完全过去了，他如果不问，你可以选择不答；他问了，你仍然不答，我觉得是你的问题。小李，你觉得知道真相好吗？可是如果不知道的话，我会更痛苦。其实我就是为了维持我们俩的关系。别怕，说给他听。其实是在2年前发生的故事。你特期待吧？期待很久了啊，有半年了。你先听他讲，还是先见那男的？男的。对啊，前男友吗？你敢吗？所以真相有的时候很可怕，斗一下就受不了。我还是想知道。想知道是吧？其实我感觉只要是你知道我是爱你的就可以了，为何要知道？没事，说吧。为什么一定要追究的过去呢？你说谁没有过去呢？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，我们相处2年了，在你接到这第一个电话的时候之前，我们是不是很相爱？是，但我一直对你都没有变过。可是我试问你，这半年来我们过了什么样的日子？有时候一天好几个电话，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空间吗？都给了电话。小李，一个人老跟影子战争没什么意思，是吧？来，我真的让你认识那个人，我先让你认识了那个人，知道了你现在的女朋友的状态，我们再来讨论下面那些话题。我先给你看影像，人来不来我们一会儿再来做决定，好不好？来，我和他，我们2个人是非常非常相爱的。我们2个在一起已经2年多了。在这个时候，他发现我已经结过婚，而且还有个孩子。
他就一直怪我，问我为什么不告诉他。我一再跟他解释，可是都无济于事。终于有一天，他生气走了，离开了深圳。后来我经东方打听才知道他来了北京。所以呢，我为了证明我对他的爱，我把公司也给关闭了，也和我媳妇离婚了，孩子也没有，也给了前妻。我就是为了来北京找他。有一天我终于在北京找到他了，可是他这个时候还是不肯原谅我。我一再解释，我为了他真的付出了非常非常多。在找他期间，我还出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车祸，到现在我脸上留的这个疤，就是我当年为找他出的车祸。我希望他能给我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，因为我真的非常的爱他。哦，这是真相，是吧？是。真相。怎么了？我刚刚听见他说你们在一起2年多，现在来找你。你当时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跟他分手了吗？已经分手了，所以我不想提以前的事情。我明白了。你跟他提了分手？是。分手的原因是？我们2个之前感情很好，但是在一起时间长了，我才发现他是一个有家的人，他有孩子有老婆。我当时我就感觉我真的是上当受骗了。换而言之，就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掉到了一个已婚男人的陷阱里。是，他一直在隐瞒我。发现了以后又纠缠了一段时间，前后的情感经历2年，对吧？对。你不觉得你刚刚讲的故事仿佛我就是跟你的处境一样吗？自始至终你没有告诉我你有一个男朋友。但是我们都已经是分手了。做了断了，怎么了的？断了，怎么了的？我发现他有孩子有家以后，我接受不了这个事实。可是他说让我给他机会，他会和他老婆分手的。可是他总是一推再推。因为他离不了婚，所以你跑了。是跑了还是跟他说我们分手了？这话说没说过？我没有说。好，也就是说你自己从深圳是吧？对。就跑到北京了，就到了北京了是吧？是。现在困扰你的是什么呢？半年前吧，我第一次接到他的电话，他说他要和我见面，我就出来见他了。可是见他了之后，他说他想要和我和好，他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给处理好了。他说他和他老婆离婚了，公司也给了他的老婆，孩子也给了他的老婆，因为已经过去了嘛。而且我现在已经有了他。我不想。有了我，你就不应该这样伤害我。你经常接他电话，我就问你，有什么这么重要，非要避开我？有什么就不能让我知道？为此我们吵过多少次架，你自己心里有数，对吧？是，所以我感觉爱我就是没事吵吵。是不是最近你这个前男友老纠缠你啊？他说了。当初是我不给他机会，我走了。可是现在他把什么都处理好了，我又不要他了。他现在脾气变得特别暴躁，他把所有的他现在这种处境都归结到了我身上，就说我们必须要重新和好，所以我才一直没敢告诉你。但是我们真的没有什么，只是见过几次面而已。有些问题想问你，看他的样子应该比你大不小的。是。你们当时怎么会在一起？按时间算的话，当时你应该只有17、18岁。对。你能回答我这个问题吗？那个时候年龄还小，跟他在一起呢，怎么说？他有一定的经济基础，而且怎么说呢？那个也满足了我一定的虚荣心吧。你知道这对你有什么好呢，小李？我们看专家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他们能给你支一些什么招，好不好？来，进入我们的真心丘比特问卷。首先说一下小李吧，爱是自私的，有可能爱一个人就可能是占有一个人，所以你现在你爱他，你占有他都没问题。但男人还有另外一个问题，和女人不一样的就是，男人不但想占有现在，还想占有过去。
这是最可怕的。我承认，我是一个很小心眼的男人。那我想说的是呢，今天小丽已经把所有事情摊开了。小李，今天你是一个男人，大度一点，一切都 OK 了。隐瞒的意思是什么？我认为我的过去不光彩，所以这个事儿不是他判断的，是你判断的。我不相信这个不光彩的事情暴露了以后，你依然会像以前一样爱我。其实这代表着不自信，也不信任，这才是你们爱情的问题关键。第二个，我来说一下你的问题。你认为你能搞定，事实上你真的搞不定。逃不是方法，瞒也不是办法，所以你绝不是一个成熟稳健能处理问题的女人。当你自己无力处理的时候，最可以依靠的人是谁？还是对，所以我相信你的答案已经有了。其实这个男人受伤，并不是说你瞒了他，也不是说这事儿多大，是你根本也没有相信他有力量来保护你。然后不要说这是没多大的事儿，你知道你在雪山之巅，你放一个球往下滚，它到了底下就是一雪崩。所以其实很多时候，问题越堆积越成问题。我倒不完全一定赞同他的观点，但是我觉得你们的毛病在哪儿呢？你跟那个第一个跟他在一起了，你跟他是不是也在一起了？你们这个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啊？您明知故问，你就说。对呀，你们这个在一起动不动就是同居了，要命就要命在这儿。他现在纠结的是什么呢？你跟那个男人谈恋爱，谈的肯定里边有很多问题，他不能够接受的。小李是吗？是相当真啊，我就是想跟他一起去面对所有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站过去。你不是跟人一起面对吗？拉着手面对我呀，至少。真能面对吗？只要他能，我就能。中国有老话叫旁观者清，是吧？咱们下一个环节就是旁观者清。今天的旁观者不是一般的旁观者，来踏浪，旁观者清，旁观者清。你做好准备当面见她的男友了吗？前男友，对不住啊，这跟他没关系。要请来也是制作单位请，也是我们请。见。那个先生姓什么呀？姓刘。来，刘先生，有请。先介绍一下好吗？这个是我现在的男朋友。他现在爱的人是我。既然你们已经结束了，希望你能够祝福他，而不是骚扰他。主持人应该就让你向我介绍你自己，没有让你说那么多话。我们已经结束了，真的，我们真的不合适，希望你不要打扰我们生活。我现在真的已经为了你妻离子散，把所有的一切，现在一切都没有了。而且为了你从深圳跑到北京这么远，还出了车祸。现在我只有一个目的，希望你能回到我身边。我现在已经不爱你了。只要有一线机会，我绝对会努力。你这个爱就不纯粹了，你是强行的占有。不管人家爱不爱你了，人都在变化。我爱你，你就得爱我，你就得嫁给我，这就不叫爱了，这叫霸道。你真的爱他，如果他真的现在不想跟你好了，你爱他也是希望给他幸福吧？人家现在觉得跟你不幸福了，那你为什么还要强行来呢？当时我们两个在深圳是非常非常相爱的。对呀，曾经非常相爱。你要知道，你们相爱的基础是什么？有一个基础是欺骗。你没有很痛快的告诉他，我有妻子，我正准备离婚。你没有告诉他。我反而想跟王小丽来说，真的，你无法控制另外一个人怎么讲。他今天肯定已经陷入某种纠结，我不相信我们能够劝他，他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。但他刚刚说了一句话，他只要有一线机会，他就不放弃。那么你能不能做到一线机会都不要给他，半线都不给他？我想重复再问一下刚才老师问你的问题。问谁？你能做到吗？好，行。我能做到。一点机会都不留。是的，我能做到。既然他都已经来了，就把话都给说开吧。刘先生，你看到这一幕怎么想？
我要坚持我自己的真爱。小李，为什么刘先生会说这样的话，你知道吗？是你给了他机会，你的犹豫，你的不自信，给了对方机会，而不是他给机会。争夺才叫机会，对不对？有些东西我想放的时候就不是机会啊，怎么会呢？来，请站回来。如果说这个节目开始一直到刘先生的上场，是在考验小王爱也好，内心的承受也好，下面是考验小李对这份爱的理解。来，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今天的表白和以往的表白大概都不一样。今天有一个男人在见证这个表白，他还是一个情敌。来吧。刚才说到情敌，我倒觉得这是我的收获。我至少收获了我重新的认识你。刚才我也问了你一个问题，你能做到吗？绝对的做到吗？你说呢？我可以做到。我担心我也是下一个牺牲品，因为他也是你曾经的男朋友，你们肯定有过相爱。只是这个时间段是我，那明天呢？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，我希望你不要再计较过去了。我真的不想打扰我们的生活，和你在一起我真的很开心。我不告诉你的原因就是怕他破坏我们的感情，但是以后有什么事情我会和你一起去面对，希望你能把这个心结放下，我们再重新开始。表白完了，好，来2位，请回原点。请关门。当这样一份爱情面对着一股外力的时候，爱情会不会那么容易就被摧毁？刘先生要谢谢你今天的到来和坦诚。你说过，只要有一线机会，你就会不懈努力，对吗？对。一线机会指的是什么？如果他们结婚了，你还有机会吗？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，那我祝福。好，记住你自己说的话。现场的观众，分手还是订婚，请选择。好，24.14%的朋友说分手吧。来，一起5个数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我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啊！我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。记住教训，正好今天都做了断，对这2个男人宣布吧，来吧。我没想到，我把事情告诉他了，他还是接受不了这个事实。但是我知道早晚都会面对这个现实。不管是我和荣鹏我们2个在不在一起，我们都已经结束了。可能是我的方法做的不是很对，我选择了逃跑，但是我该说的都已经和你说了，我们以后真的不要再见面了，希望你能幸福。心里轻松很多吧？是啊，轻松很多。正确的处理好爱情，生活会多么的多彩。谢谢你，请回。